折在这里了。你看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我们两个还没有冲进去呢。放弃吧，当年百里东军和叶鼎之也曾被他们拦住，更何况你们两个。哼！北斗阵，一人灭。 苏沐雨，你身上的醉梦蛊解了，还真是个能给人惊喜的家伙。战局已经开始了，都已经拔剑了，又何必在乎这么多？有理。嗯。 去做你该做的事吧，这些人，我们二人替你拖住。多谢了，能见证一些改变，是我的荣幸。我也是啊。他去的这个方向，范俊楼，所以你们蛰伏良久是另有所图。 计划，尹宗应当也有大部分势力被调走，包括这万卷楼。但似乎尹宗的底蕴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厚，有点本事。看来我们那位苏家主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大哥，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覆灭尹宗吗？尹宗的存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 那是天启城的事情，我们此次的目标是那座楼。那座楼有什么特别的？万卷楼里面藏有暗合所有人的讯息，据说从出生伊始一字不漏。那岂不是当年的仇？等我们踏入那座楼再说。穆子良。 为君开路。宗主，
暗河众人在一个红衣刀手的率领下冲进来了。宗主，万卷楼那边发出的令箭，应当是有人闯入了。宗主，血官带着一名精通易容术之人，变成了您的模样前来劫狱。苏沐雨现在已经离开隐域了。他们同时派人袭击了琅琊王，攻击了国丈府，这为的到底是什么？只怕攻击风小寺那边是假，对我们影宗的围攻却是真的蓄谋已久啊！他们假意击杀萧若风，借走影宗的大批人马，致使现在府内守卫空虚。好大的一盘算计呀！只可惜他们忘了，我若是没有后手的话，又如何执掌影宗这么多年？万卷楼，我还给他们留着一个大礼呢。为何他们如此在意万卷楼？他们真正惧怕的，不是影宗的武力，而是影宗掌握着暗河所有的秘密。只要他们毁掉万卷楼里面隐藏的所有卷宗，他们就能够彻底隐匿行踪，建立一个真正崭新的暗河。这一次，我真的是赌输了。只可惜，苏沐雨，你永远都无法得到武剑城覆灭的秘密了。你赌他们因为要自由而服从于威胁，可是你根本就不明白，他们这一路走来，就是因为不害怕威胁而越来越接近自由。我提醒过你，易宗主，把剑都收起来。比起他们来，你的确是个更好的交易对象。哼，只可惜呀，现在绵龙剑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早就劝过你，苏沐雨第一次来府上的时候，就该杀了他。如你这么说，那当年在冠姓之礼上，你就应该杀了他们，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？曾经的穆家家主穆子哲，今日就由我来完成当日未完成之事吧。杀死苏长河，夺回绵龙剑，由我来统领暗河，再和你易宗主做一场交易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暗河苏沐雨。你的名字？影宗谢在野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直伞拐。睡了许久啊。师尊，此行何去啊？看望故人。师尊还是这么高深莫测呀。正是国师。这里由禁军把守，前朝最具权势的5大剑坐镇，普通人来了，3里之外便会纷纷避让而行。你来做什么？齐某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了卓清公公，一时兴起，就到此地来寻公公了，想与公公下一局棋。自从几代前
曾发生的阉党之乱起，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再度发生，后来的历代皇帝驾崩之后，随侍其身旁的5大监都要被派往这里镇守皇陵，故而齐某也只能到这里来找公公啦。哦，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的。国师还真会挑时间啊！齐某不仅会挑时间，还很会拖时间哦。可惜国师有梦，若清今夜却无此般雅兴。哎，按照先祖遗训，守陵的太监不得离开皇陵半步，而如今公公又走了一步，还不算那7、8、9、10、100步的。国师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意思了。是啊，有些话说得太明白就没有意思了。看来国师今日是一定要拦着我了。那也未必。就是真的想下棋了。我俩要是打起来，整个天启城都会颤一颤吧。自从百里东军与叶鼎之大战皇城之巅后，这天启城很久没有热闹了，或者说，有些热闹在夜里发生，在晨起时结束，很多人都看不到。若是当年我头上没挨李先生那一下，今日便真要与国师战上一场了。也不知是李先生料事如神，还是他就是想要欺负我。别想了，他就是想欺负你，还是与我下棋更好一些。能接住我的剑，你很不错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不知是受了伤，还是大病初愈，真气很不稳固。但是下一击7星连珠，你一定接不住。7星连珠。
这是我祖传的剑招，杀死过5个乱世之王，用来对付你一个暗河杀手，这是你的荣幸。这剑的威势，竟比上一剑要凶猛近1倍。这7星连珠，一剑强过一剑。你若再接一剑，你手中的剑必定会断。这是太极剑，一个杀手居然会这世间最缓慢的剑法，但接下来的剑可没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可你的剑势分明也在消耗你的气力。下一剑，请吧。这里便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看看我们那位苏家主。好，这便是所谓的影宗啊！凭此实力还想指引暗河，愚蠢！这是穆家的宝物，天音九转琴。之前我回宗门苦寻多日未得，原来被他给随身带在身上。你果然还活着呀！你这个叛徒，身为穆家之人，竟与苏家人行事，白痴！暗河都已经变天了，你还在这苏家穆家呢？你已经被洪流抛下了。死吧，和那死去的旧暗河。我还剩最后一剑，而你必死无疑。爷爷，两位曙光。来了，
是责怪我来晚了？你二人便是暗河现在的掌事人？哼，看起来很是年轻啊。暗河大家长苏山河，见过3位前辈。旁边的这位是苏沐雨，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敢问前辈们尊姓大名？谢必佑、穆福生、苏子言。你们姓谢、穆、苏，是暗河3家之姓。你们是？他们听了我们的姓氏，很是惊讶呀。不错，我们和你们暗河那3支，本就是一脉而成。当年，我们的先祖，有些人去了江湖，而有些人则留在了这里。我们3个人，就是留在这天启城这一脉的后人。是你们的先祖罢了，并不包括我们2人。我与昌河皆是无名者出身，身上并未流着3族的血脉。暗河3家已经被你们这些外族人掌控了，难怪你们会闯到这里，要与我们影宗作对。新旧更迭，本来就是这世间的规矩。哎，年轻人，你们今夜来此，是要闯这万卷楼？是。哼，可这万卷楼没有金银财宝，也没有武功秘籍，只是藏着那天下的隐秘之事。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既然藏着天下隐秘，自然也包括暗河的隐秘。你们想毁掉万卷楼？是又如何？不仅要毁掉万卷楼，也要斩断影宗和暗河之间所有的牵扯和关系。看来，开国时期，先祖想用影子来守卫天下的愿望，终究是破灭了。早就破灭了。暗河和影宗早已不是守卫天下的影子，而是站在阳光下的那些人，争权夺利的棋子。可斩断联系，就凭2个无名者吗？凭我足矣。18剑阵，那便让我来会一会。荣幸至极。哲叔，影宗的人全部退走了。应该是发现他们的老家挨我们端了。既然真子的话，这场戏就没得必要演了。王爷这个列国剑法着实厉害啊！苏哲先生的天魔16舞更是凶险，我也很多年没有这么痛快的打上一架了。那这场戏就演了这个嘛。但这场争夺的最终结果，还是要看天启城里面那2个兄弟了。嘿嘿，哎，王爷，要不要抽一口啊？苏先生客气了。嘿嘿，那就吃颗话梅嘛。哟，没得了，刚才的一剑全部打折半去了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哎，先生是个有趣的人。画眉配烟，4脚朝天。哎，那是妄言，明明是法力无边呐！阿弥陀佛。
挡住这最为锋锐的傀儡刀丝，挡住这世间唯一无刃的兵器，挡住被瞬间切成8块的命运，又如何？你现在用炎魔掌，还有一丝生机。对付你这么个阴阳怪气、不敢正面交手的家伙，不需要炎魔掌。当年的穆家，因为有你我2人，本来是穆家这一代崛起最好的机会。可就是因为你不听师尊所言，我行我素，导致今日的穆家，仍旧是3家之中最势单力薄的一家。我只为自己而活，别人打我就打回去；别人要杀我就先一步把他们都杀了。别人要压得我抬不起头来，我偏偏要自己站起来。一变天机舞，这样才有意思。竟然真的没有用炎魔掌的武功，就破了天鹰九转旗。我败了。是吗？你败了。我今日才终于明白师父那番问话的意思。子哲，你为何而活呀？为穆家之荣耀而活。我穆子哲要兴盛穆家，让穆家成为3家之首。好。那慈林，你呢？又走神了啊！慈林，那你为何而活呀？那当然是为自己而活了。穆家是由一个个穆家子弟组成的，每一个穆家子弟若是能真正的为自己而活，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存在，那么自然穆家兴盛，自然穆家能够统领3家。若我能成为暗河最强，那么穆家自然便是暗河最强。风危险，坠落命运的碎屑；雨危险，沾湿年少的心结。俯仰间接了满怀冰雪，崎岖里努力一生追远，心底的积雪覆盖着你未忘却。简直是无药可救。写过难挨的寒夜，
无药可救。竹难眠，两小姐当年师傅问的那番话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既然没有意义，那都过去几十年了，为何木子哲临死之前说起那番话时，你立刻就不知道是哪番话？因为那个曹老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意义，暗河没有意义，穆家没有意义，杀人也没有意义，只有我穆子陵的存在有我自己的意义。看不出来啊，还是个哲思大家。你这个白痴！抓住他们！看来他们比我们想的来得更快，那我们就帮助宇哥，把他们留在这里。走。我们要不进去吧？还是等待昌河信号吧。他说，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会传令我们进去。他们就是笨，何必进去刀刀见血呢？你的千珠阵，再配合上我研制的奇毒，对付这帮淫宗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小神医这是着急了。难道你不着急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他们兄弟二人联手，就从来没有输过。你的剑里藏着一股剑意，我曾见过，是春雨剑意。小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是暗河的苏沐雨，亦是无间城的孤魂野鬼。无间城城主卓雨洛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的父亲。这么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像。这无间城的城主竟然还有后人，而这后人竟然还成了暗河的无名者，着实有趣呀！我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去我这身后的万卷楼了。这身后的万卷楼中，藏着你的身世，也藏着当年无间城被屠城的秘密。是，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我。既然如此，那只有我们三人联手了。你们真不要脸啊！居然想3打1，那就由我来会会你。昌河，你先退下。你已经很累了，只要我还站着，你便无需动手。虽然同为3家之姓，但他们在天启城中养尊处优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他们早已不再是黑暗中的影子，而是光芒之下的世家贵族。杀人这件事，离他们已经太远了。有生之年，我竟能再次见到真正的18剑阵。方才只见17剑，未见这第18剑。第18剑，不论胜负，只论生死。那就和你论一论生死。
若非我们3人合力，你必葬身于此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杀手，暗河的子弟们也不想了。说的不错，但我觉得18剑出不应再留活口。我与昌河虽是无名者，但我没有同伴和你们一样，姓着一样的苏，一样的谢，一样的穆。暗河向来是一个不讲感情的组织，但我希望他们也能够拥有在阳光下自由行走的日子。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影宗统帅暗河3家，同时在天启城也供奉我们3家。别的我不敢向你们保证，但这一点一定可以。从今以后，不再有影宗。你们从这里退去，不会有任何人找你们麻烦。有些事物终究是要改变的。我们终将踏到暗河的彼岸，彼岸之处，不应只是长夜，还应有光明。好，老夫很欣赏你。府上，够了。义卜并不是值得追随的首领，这一点我们3人早就知道。而且天启城中，如今是琅琊王所率领的天启4守护占据主导之位，影宗早就已经失势了。与其跟着他死，不如另谋出路。那么苏公子，我们就此告辞，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愿望，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暗河已经是新的暗河，只是世人心中的暗河还未曾改变。宇哥这是得手了，少声音。此处应该没有别的变故了，你先去客栈跟他们会合。那你呢？此件事了，我该去处理我的私事了，就不回去了。好，穆大美人，你注意安全。告辞。何必如此？方才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便不会这么狼狈了。方才若你动手，那便真是至死不休了。很久没有见你出第18剑了，按理说你这18剑阵全出，可就只死无生啊！你竟然还放过那些老头子一命。要我说杀了就杀了，反正一切都要推倒重来。有些东西可以推倒重新来过，有些东西不可以。比如这万卷楼，便要彻底毁去。昌河，留给你的对手快到了。对于他，我可以不论生死了吗？一切由你。得嘞。哎，等等，宋宇，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才是大家长，我就是个打杂的呢？都是我自找苦吃啊！